在之前的6代131230V5测试视频中，有观众朋友问，8代之强 E2124或者 E2134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？从参数上来看，131230V54核8线程全核 3.6G 赫兹，E2124 4核4线程全核 3.9G 赫兹，E2134 4核8线程全核 4.2G 赫兹。考虑到更高的 IPC 和频率，这个推断非常有可能。因此，今天同时搞了一颗 E2124和一颗 E2134实际测试一下看看。主板方面，首选300系的 Z370B365和 H310主板，大部分可以通过魔改 BIOS 禁用 ME 直接支持8、9代之强。100系、200系也可以支持，但因为针脚定义不同，除了要魔改 BIOS， 还需要屏蔽 CPU 触点，比较麻烦。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一张 LG 的 Z370H， 不算同时代里的顶级，但是对于今天的测试来说，依然绰绰有余。唯一失算的一点是，这个板子的 BIOS 芯片是焊死的，刷写 BIOS 需要用到夹子，稍微麻烦一点。从官网下载最新 BIOS， 改完刷好之后，就可以成功点亮 i124。接下来，首先对比理论性能。CPU-Z 之前的 131230V5 多核2070分，单核410分左右，而 E2124 虽然多核不到1700，单核能有470分，2134可以跑到2400分左右。可以看到，比起 13V5 8代之强性能还是有明显提升的。功耗方面，三者差距不大，E2124在40多瓦，而2134和 1230V5 都在50多瓦。接下来是游戏测试，三者搭配的内存都是8G×2的 DDR4 3200C16，显卡是老朋友七彩虹 RTX 3080。在黑神话 1080P 中画质 DLAA 原生分辨率下，从平均帧来看，三者差距极小，分别是98帧、102帧和103帧。但是如果我们分析中间部分场景，会发现 E2124的占用已经到了100%，而黑神话属于对 CPU 要求不高的游戏。其他游戏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。接下来是赛博朋克2077 1080P 中画质，之前的 1230V5 在这个游戏中表现不错，虽然中间也有接近满载的情况，但是平均帧也有102帧。而 E2124 在室外部分一度跌到60帧出头，最终平均帧只有93帧，差不多弱个10%。而 E2134 不出意外的比前两者明显表现更好。最终118的平均帧要比 1230V5 强了15%。古墓丽影：暗影 1080P 高画质，这个游戏的结果比较有趣。1230V5 的平均帧123帧，而 E2134能有139帧，8代比6代13强个13%，但这不是关键。4核4线程的 E2124 完全进不去测试的第3个场景，虽然前2个场景平均帧不错，但最终只能算作失败。最后是 CSR 1080P 最低画质原生分辨率，这个游戏对 CPU 的单核性能要求比较高，跑分地图中不出意外的 E230V5 相对落后，虽然性能也有200帧出头，但是 E2124 和 E2134 始终能高一大截。实际游戏中，即便是2124表现也优于 E230V5。综合来看，在比较吃单核而不吃多核的游戏中，E2124会强于 E230V5，比如 CSR。相反的话，如果 CPU 负载较高，E3V5 的多线程优势就体现出来了，比如2077。而 E2134 兼具高频和多线程以及高 IPC， 表现一直最好。考虑到购买 E2124 或者 2134的朋友可能更关心网游的表现，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吃鸡，画质 1080P 全高。在这里可以看到 E2124 已经全程满载，真生成时间也不再稳定，有不小的卡顿。而 E2134 凭借超线程的优势，不但帧率更高，而且卡顿也更少。如果经常玩吃鸡的话，最好还是避开 E2124 这样4核4线程的 CPU。最后的最后，特意尝试了一下打瓦，画质 1080P 下，大乱斗中 E2124 大概能有200多帧，而2134在300帧上下。二者的表现都完全足够，当然帧率再高也救不了我的菜。最后总结 ，E2124 虽然价格只要25块钱，受制于没有超线程，只适合部分特定游戏，
大部分吃 CPU 的游戏都会出现满载，还是需要慎重考虑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还是推荐大家选择 E2134，虽然贵了几十块钱，但是总体体验要好一些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搞3000HX 这些无头显卡，那么 E2124G 和 E2144G 的 CPU 性能也可以参考本视频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感谢收看。喜欢的话别忘了点个关注，我是墨尘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